虽然到20世纪以后呢，杠杆步枪很快被膛压更高、上弹更方便的栓动步枪取代了，但是这个现在看起来骚到不行的上膛动作啊，让温彻斯特这一系列杠杆步枪成了枪战片的经典道具，在电影里边继续发光发热。尤其是温彻斯特1894啊，在不断翻版以后呢，已经成了米国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运动步枪之一。那怪焦虎的这支1894炮壳玩具就没什么好运了。去年刚上市的时候，刚好赶上水难核爆，当时首发的应该是金属版本啊，1000多块钱，很多水友呢也觉得价格略高了一点。那这次重新发售的软弹版本呢，价格降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298，我们熟悉的那个怪焦虎又回来了。怪焦虎这次用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玩具品牌汉克，不知道为什么做的是1894，盒子上印的是 M1897，这俩型号差距可挺大的，一个杠杆一个泵动，别是我买错了吧？还好啊，盒子里边的东西没错，确实是温彻斯特1894。到手以后就是这些东西，蓝白配色的枪身主体、后托、弹壳还有护目镜。原厂给了10发海绵弹，这个粗粗的海绵弹是怎么跟细细的弹壳搭配的？咱们暂时不用琢磨，先把后托给装上。作为一款19世纪诞生的杠杆步枪，1894的外观啊，看上去跟现代步枪有很大区别。外露的击锤、侧装弹口和管状弹仓，还有机匣下面这个充满19世纪风情的杠杆。这支软弹版的玩具用了很常见的蓝白配色啊，可能就是之前1014这一类的软弹玩具用了这种配色以后啊，厂家都觉得还不错，所以直接就拿来套上了。全枪长965毫米，对米国人来说非常适合狩猎。白色的机匣、杠杆和蓝色后托是尼龙材料，包括枪机框、击锤、扳机、装弹口防尘盖，还有顶上的罩门、枪管和供弹管都用了金属件，整枪重量接近 1.1公斤。298的售价，应该说这个用料还是挺良心的。机匣是2片壳结构，不过用料相当厚实啊，就是白色主体上的螺丝孔看着有点扎眼，就勉强当做是铆钉吧。而且在这种地方用白色，跟之前的1014玩具一样，很不耐脏，玩之前必须得洗洗手。机匣上最显眼的一个特点就是枪机框位于机匣顶上，前面还能看到弹性的抓壳钩。这个金属的枪机框是跟杠杆联动的，拉开以后能看到里边的升降机构。后面这个击锤是没有功能的装饰，没有办法带击发，但可以活动，就像这样掰着玩。握把上有一个可以3档波动的小开关，这个我拨来拨去也没发现有什么功能啊，了解的水友可以在弹幕里给我科普一下。1894诞生至今有很多个口径的子型号，我也分不太清怪焦虎这只原型到底是什么口径啊，反正装弹口还原的差不多，圆角矩形的金属盖上有方便装填的凹槽，弹壳就是从这里一发一发塞进去。我试着装了几发，总觉得装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会卡住，不是很顺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姿势不对。最多可以塞进去9发，加上膛内1发，总共能携弹10发。这么大的载弹量，在那个年代确实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因素。原厂给了12发塑料弹壳，做工马马虎虎吧，底下有黑色的欧圈。机匣下面带护圈的杠杆就是1894的灵魂了。软弹版呢用的是白色尼龙材料，我玩了几天，除了上膛的时候稍微有点晃，强度还是不错的。杠杆复位的时候可以看到跟机匣连接的地方左右两侧有2个小钢珠来锁定。上膛以后，这个杠杆还有保险装置，需要稍微用力握着杠杆，抵住握把下面的保险才能扣动扳机。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，不知道博朗宁老爷子后来设计191握把保险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这种思路？枪身中间有个一体式的蓝色护目，顶上装了可以调节的金属罩门。这个罩门调节起来简单粗暴，档位就是从底下从低到高的一排阶梯来实现的。枪管和供弹管都是铝合金，底下的供弹管要比枪管稍微细一点，毕竟在针点上它不需要承受膛压。这个外管里边我不多说了，反正懂的都懂。整枪拿在手上还是蛮结实的，除了塑料后托和护目显得比较廉价以外呢，握持起来手感还行。1894的供弹和抛壳系统对于现代步枪来说效率实在不是很高，它的机匣里边有一系列杠杆，分别带动枪机框和辅助进弹的升降机。杠杆解锁的第一段动作，首先会带动枪机框后退，
到杠杆形成末端的时候，另一根连杆会把升降机抬到弹膛前面，升降机上的弹壳正好也就对着枪管了。但是玩具呢没有还原弹膛开口，弹壳是推不进去的，就只能在升降机这里假装进膛了。抛壳的力度呢完全取决于你上膛的速度，想抛得远一点就得动作比较迅速，而且玩具上膛的行程也在最后一段，所以最后那一哆嗦是最关键的一步啊，一定要用点力气。因为它的杠杆是下拉的，加上有后托可以抵肩，所以上膛的时候，整个三角区受到的影响并不大，只要你握持的比较牢固。但是因为它抛壳是向上抛的，所以射击的时候有可能会干扰到你的视线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大，因为它打软弹的初速啊只有个位数，气缸非常小啊，再加上初始设计就没有针对软弹优化。玩起来呢，还是以体验抛壳为主，能把海绵弹射出去啊，你就当是纯属额外附送的功能吧。那想打海绵弹的话呢，其实比较麻烦啊，不光要装弹壳，还要把海绵弹从枪管前面塞进去。这个弹壳呢，相当于发射机构里边实现气密的3通，所以不装弹壳的情况下，海绵弹是打不出去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么玩很有仪式感呢，可以自己买来体验一下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呢，这样就同时具备了杠杆步枪和前装碎发枪的玩法，买一赠一啊，简直赚爆了，好吧？我知道这支1894打软弹啊，属于自我安慰的玩法，心里有数就行了，咱们不用到处去嚷嚷。但抛开这个非常喜感的软弹抛射啊，298版本应该说本身的素质还是合格的，因为我没有玩过1200的金属版。很难说差距有多大，就我上手的感觉来看呢，这个版本的1894玩具跟之前的 98K 基本上在一个水平啊。用料、做工各方面呢，反正298绝对不亏。至于涂装什么的，其实也可以自己动手嘛。那下期视频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内容了。前几天我刚发了个预告。别着急，很快就来了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